8名中学生代表新加坡出战全球最高级别的青少年科研大赛 ICF， 最终拿回7个大奖，获奖率达到 87.5%。这并不是天才扎堆出现的偶然事件。如果你了解这项赛事的规模，就会知道这个数据的分量。每年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1700多名顶尖高中生带着他们的科研成果来到这里。美国通常会派出数百人的庞大代表团，而人口不到600万的新加坡只派出了8个人。新加坡连续3年在这一赛事中保持着全球前列的奖牌转化率，从国大附属数理中学的应礼谦独揽2项数学大奖就能看出端倪。他凭借对多项式和代数组合的深入研究获得了评委的认可。其他获奖项目涵盖了材料科学、环境工程和转化医学等前沿领域。这背后是高度系统化和经过精确计算的定向培养机制。新加坡教育部和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共同策划了这场人才布局。顶尖科研人才在新加坡不是随机出现的。今天我们抛开表面上的光环，用客观的数据为你拆解新加坡科技能持续赢的底层机制。看完这期视频，你会明白为什么普通家庭花费重金报班往往得不到预期的结果，而那些真正获益的人都在利用国家提供的公共资源。新加坡的教育体系从小学阶段就开始了严格的筛选，这种筛选不是为了淘汰，而是为了将有限的科研经费集中投入到最有潜力的学生身上。为了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新加坡把基础教育和顶尖科研机构进行了深度绑定。中学生参与的并不是简单的课外兴趣小组，而是直接切入国家重点发展的科技方向。这种前瞻性的规划确保了每一个有天赋的孩子都能得到最专业的指导，不会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而错失发展机会。新加坡国土面积不到730平方公里，这里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可言。从建国第一天起，这个国家的生存逻辑就很明确，人才是他们拥有的唯一优势，科技是维持经济运转的核心命脉。政府在科研经费上投入巨大，最新的科研创新5年计划预算高达250亿新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精确投放到科技人才培养体系中。你就会明白，这不仅仅是基础的教育投资，这属于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对于生活在新加坡的普通中产家庭来说，尤其是35岁左右的父母，这种宏观层面的国家焦虑直接体现在竞争激烈的教育分流体系上。小学3年级的高才教育计划选拔会挑出全国前1%的学生，小学6年级的离校考试决定了中学阶段的资源分配，再到中学阶段的直接招生计划。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早就脱离了单纯的兴趣爱好范畴，它是获取国家顶级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当其他国家的同龄人还在补习中心背诵科学常识时，新加坡的顶尖中学生已经开始使用大学级别的实验室设备，这是明显的资源倾斜。这也是新加坡科技生态能够持续产生研发人员的现实基础。国家只会把最昂贵的资源集中投放给经过层层测试的少数人。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在资源匮乏的岛国显得尤为必要。他们无法承担全面撒网的试错成本，只能通过早期识别和定向培养来提高成才率。从宏观数据来看，新加坡的研发人员密度在全球名列前茅，这直接得益于他们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的定向筛选。每一个通过选拔的学生都会被纳入国家的人才储备库，接受持续的跟踪和培养。那么这套高效的筛选和培养机制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我们需要深入到具体的学校和科研机构中去寻找答案，去看看那些被选中的学生究竟在接受怎样的训练。如果你以为新加坡学生拿大奖靠的是大量做题和课外补习，那就完全偏离了事实。我们来看一组具体的机制设计。新加坡教育部和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构建了一个资源高度集中的培养网络。以这次表现突出的国大附属数理中学为例，这所学校的招生门槛直接卡在全国科学与数学成绩的前1%，进去之后的培养模式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他们的课程表里没有传统的普通水准考试束缚，学校采用的是直接对标大学的模块化体系，学生可以跳过基础内容，直接选修高阶微积分或者分子生物学。更让人惊讶的是资源匹配程度，一个15岁的新加坡中学生，他的科研项目导师可能就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的首席研究员，或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正教授。这种1对1的导师制在绝大多数国家是博士生才能享有的资源。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教育部联合推出的科学研究计划就是最好的例子。每周固定的时间，这些中学生会直接刷卡进入科研重镇启奥城的实验室，他们和博士后们一起开组会，操作聚合酶链式反应设备，甚至接触基因编辑技术，分析底层实验数据。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不仅设立专项基金资助这些孩子去打国际比赛，甚至允许他们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的子课题。在国际赛场上，当其他国家的选手还在展示用市面上的开源代码拼凑的机器人时，新加坡学生拿出的是在顶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跑过几个月数据的医学成果，或者是经过顶尖数学家几个月封闭打磨的算法模型。国家机构用最严格的分流制度筛选出前1%的大脑，然后把全国最顶尖的科研设备、经费和专家毫无保留地向这部分人倾斜。在这样的系统工程面前，单纯的个人天赋显得微不足道。这种从中学阶段就开始前置的实战化科研训练，不仅确保了他们在国际赛场上的优势，更提前为新加坡的半导体、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产业锁定了未来的核心研发骨干。既然国家已经提供了这么优质的资源，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产家庭在科技教育上做出错误选择？看懂了国家层面的战略之后，我们再来算一算新加坡中产家庭在科技教育上的这笔账。在本地特有的怕输文化驱动下，很多35岁左右的家长陷入了一个投入产出比的误区。他们认为只要花大价钱把孩子送进市面上每年学费动辄上万新元的机器人编程班或者奥数培优班，就能为未来的科研道路打下基础，甚至稳拿直接招生计划的录取名额。但现实情况是，这些商业化培训班产出的标准化项目，在面试和顶尖科研选拔中，权重正在无限趋近于零。很多商业机构用乐高拼装和拖拽式代码包装成高科技，这在正规的科研选拔体系里根本不入流。高回报的投资根本不是超前做题，而是精确对接国家系统内的公共资源。新加坡科学中心承接的国家应用学习计划，每年提供大量免费或者低成本的科研工作坊和实验室开放日。本地高校和科研机构也会定期招募中学生参与科普项目，甚至短期科研助理。这些由官方背书并强调探究式学习的经历，含金量远远高于任何商业补习班。招生官和科学家们考核的核心指标，从来不是谁背的公式多，或者谁能用套路化的代码写出一个俄罗斯方块，而是谁能在实际的实验环境中提出假设、分析数据、解决问题。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索未知，而不是重复已有的固定步骤。如果你花了几万块只是让孩子学会了背诵标准答案，那不仅是资金的巨大浪费，更是对孩子科学好奇心的直接破坏。在新加坡的科技教育生态里，聪明的家庭从来不是花费重金的，而是最懂选拔规则并会利用公共科研资源的。盲目跟风报班不仅拉低了教育投资的回报率，还会让你彻底沦为这套分流系统里的无效投入。认清了这套逻辑之后，普通家庭到底该怎么做？新加坡在国际赛场上的7项大奖绝非偶然，而是理性的资源配置结果。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无需因为这种国家级的竞争而过度焦虑，只要找准努力方向，完全可以避开无效投入。在8岁前，你需要死死守住孩子的好奇心，带他们去双溪部落湿地保护区观察红树林生态，去乌名岛的鹧爪蛙湿地辨认海洋生物，在厨房里完成简单的酸碱反应实验。绝对不要用超前做题毁掉他们探索未知的兴趣。小学阶段要把重心放在逻辑推理和文献阅读上，多去参与科学中心的免费高阶资源，建立独立的探究能力，引导孩子阅读青少年科学期刊，培养他们从长篇文字中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这比单纯的计算训练重要得多。中学阶段一定要集中精力，锁定1-2个优势领域，利用学校现有的资源去争取实验室经历，主动向科学老师申请参与课后研究项目。科研需要系统化的发力和持久的热爱，而不是短期的突击训练。培养科学素养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家长需要做的是提供环境和资源，而不是代替孩子去思考。每一次失败的实验都是积累经验的过程。你对新加坡的这种科技培养模式有什么看法？你觉得普通家庭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下还有哪些发展机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探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新加坡科技产业的逻辑与本地机会，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见。